有一把刀，它像河刀一样使用简单，不容易刮伤，采用第一刀片，选项众多，价格便宜。它还是一把可调的刮胡刀，可以调整不同的剔净程度。它还是刮光头神器、刮腿毛神器，男女通吃，几乎所有的好处都给它占尽了。你那么厉害，都给你玩好啦。The Leaf Razor 官方售价$84。嗨，我是 Jasper。第一次看到这把刀，怎么长得这么奇怪？看起来就像铁扇公主的芭蕉扇。这把刀是买 Twig 的时候顺便一起带的，本来对它没抱什么期望，但是就跟所有的故事一样，在故事的中间都会有反转。Leaf 是一把全能、好用又有设计感的刮胡刀，是金子总是会发光的。很多刮胡刀老手不喜欢河刀，不可否认哦，河刀操作简单，容易使用，有很多防呆的安全设计。河刀有旋转头，可以让刀头一直保持在正确的刀片角度。刀头接触皮肤的面积大，可以分散刀片在脸上的压力。河刀没有学习曲线，就算是新手也可以无脑刮胡子。这些防呆的设计是真的好用哦。有些安全刮胡刀也有这种设计，像是 Broman、Focus、R48、R50 都有旋转头。One Blade 除了旋转头以外，还加大了刀头的面积。虽然河刀好用，但是它的缺点也很明显。第一是刀片价格贵，贼贵。第二，3刀片、5刀片的多刀片系统，5个刀片在脸上刮一遍，就等于皮肤被刀片伤害5遍。刮胡刀厂商宣称多刀片可以把胡子拉起来再刮掉，但是这样会有拉扯、不舒服的感觉，还会造成胡子内生长。河刀最大的原罪是使用大量的塑胶材质，刀头的塑胶材质跟金属刀片卡在一起，很难回收再利用。说个数字吓你一下，光是美国一个国家，每年就有22亿个河刀刀头跟一次性塑胶刀被丢掉。今天的主角 The Leaf Razor， 它有旋转头、大刀头面积等等河刀的优点，没有河刀拉扯胡子的缺点。它是河刀的杀手，刮胡刀界大一统的终结者。Leaf 的包装风格跟以前介绍的 Twig 一模一样，只是包装盒拉长而已。打开包装，扑面而来的是阿公时代的复古配色。包装很简单，但是质感很好。Leaf 有旋转头，旋转头的支点是在两侧，不在中间。在两侧的2个点会比在中间的1个点受力平均。刀头下方的护杆不会被支点卡到，可以尽可能的做到最薄，也不会有泡沫通道被中间支点卡住的问题。Leaf 的刀头可以旋转90度，比一般的河刀可用角度还要大。这代表你不用移动整只手臂，只要转动手腕就可以刮掉大面积的胡子、头发跟腿毛。旋转头可用的角度越大，操作起来会越轻松。这里要特别提到弹簧的弹力，像是 One Blade、Focus， 弹簧的弹力很强，理论上弹簧的弹力越强，寿命会越长。但是弹力太强，要把刀头用力压进皮肤才会启动弹簧，这是本末倒置哦。用力压的结果是你不知道刀片插入皮肤的程度有多少。Leaf 的弹簧力道不是很强，可以很轻松的弯曲，代表它不会对皮肤施加过多的压力，刀片不容易插入皮肤。Leaf 也像河刀一样，有很大的刀头接触面积。我们对比 Leaf 跟 Gillette Fusion 的大小，扣除刀头上方没有接触皮肤的部分， Leaf 跟 Gillette Fusion 的大小一模一样大。这种大小尺寸的雷同并不是巧合哦，你要相信 Gillette 在刮胡刀上花费数百亿美元的研究成果。这个尺寸是舒适度跟灵活性的平衡点。Leaf 除了有河刀的优点，它还解决了河刀的缺点。第一， Leaf 使用超级便宜的第一刀片，不用再买贵松松，而且不同厂牌不能通用的河刀刀头了。官网一直宣称用这把刀可以省多少多少钱，不过如果真的要省钱，你应该去买一把不到100块台币的蓝吉列。河刀的第二个问题是，把胡子拉起来再刮掉会有拉扯不舒服的感觉。要达成这种效果，刀片要排列的比较密集，
这样才能让刀片把胡子拉起来以后，后面的刀片来得及补上，把胡子刮掉。也就是说，刀片不要排列的这么密集，让刀片各忙各的，就可以避免这个问题。像是安全刮胡刀只使用一个刀片，或是像Gillette Skin Guard， 两个刀片距离很远，刀片中间还有一个 Skin Guard 护杆，避免皮肤陷进去。Leaf 在这一点跟 Gillette Skin Guard 很类似，三个刀片间距拉得很开，在刀片中间都有护杆，皮肤不会陷进去，使用起来更安全。Leaf 装刀片很简单，转开背后的旋钮，顶盖可以翻起来。安装刀片的插槽有磁性，刀片放上去就会吸住，很好安装。它可以使用现成的半 D1 刀片，也可以把整张 D1 刀片折一半使用。刀片折断的地方会弯曲哦，安装刀片的时候，弯曲的部分要朝下。要注意的是，刀片和两边的固定点之间有一些 Asobi 的空间。装刀片的时候，尽量让刀片的两边往后靠，这样就不会出现刀片装歪的情形。Leaf 的手柄很长，可以握的地方超过10公分，跟其他的刮胡刀比较一下。Leaf 应该有黑人血统哦。这么长的手柄可以让你刮光头、刮腿毛的时候，手不用伸得太长。再搭配大面积的旋转头， Leaf 是妥妥的光头神器、腿毛神器，非常好用。刀头这么大，手柄这么长，意外的是平衡点在中间哦。有考虑到这一点，很走心哦。Leaf 翻译成中文是树叶的意思，手柄的防滑纹路刻画出叶脉的感觉，但是它的防滑性能一般般。如果要让它更防滑，官网有卖握把套，不过我的想法是，这种握把套可能会让水积在里面哦。装满3个刀片，这把刀的重量有84公克，有点分量哦，可以增加刀片的切割力。Leaf 并不是全锌合金的刮胡刀，它有不锈钢跟黄铜的组件。整把刀总共有17个零件，让不同的材质可以发挥最大的优点。Leaf 有3个刀片插槽，可以插1到3张刀片。官方说3个刀片插槽可以变换出6种刀片组合。Leaf 是一把可调的刮胡刀，我们来看看这个有趣的可调系统。官方的6种刀片组合，最左边只装上方的刀片是最温和的，最右边3张刀片都装是最刺激的。上方的刀片角度17度，几乎是水平的刀片角度哦。再加上刀片露出是负 0.36 mm， 刀片几乎埋进刀头里面了，这是非常温和的设置。还好刀片间隙是 0.62 mm， 如果刀片间隙再小一点，那就刮不到胡子了。只装上方的刀片不能刮得很干净，刮完以后会留下胡渣。它的功能是保护皮肤，适合皮肤有问题或者敏感性皮肤的人。中间的刀片角度 19.67 度，一样很小。刀片露出负 0.15 mm， 一样是凹进去的哦。刀片间隙就有点夸张了哦， 0.94 mm。大刀片间隙可以让更多的胡子进入，负向的刀片露出以及很小的刀片角度，可以避免刀片插入皮肤。只装中间这张刀片是我的 Daily Driver， 可以刮得干净又不会刺激皮肤，就算是用锋利的飞的刀片也没有问题。Leaf 的刀头这么大，刀片在中间比较容易掌控刀片位置跟分散压力。不过也许是它保留太多的角质层，早上刮胡子你会发现傍晚胡渣就跑出来了。刺激的来了，下方的刀片角度变大了 29.3 度，接近黄金刀片角度30度，刀片间隙来到惊人的 1.34 mm。 这么大的刀片间隙会有很多肉陷进去，刮完以后你会觉得皮肤变得很光滑，代表它可以去除角质层。有趣的是，刮得这么干净，但是它几乎没有什么刀片感，因为刀片露出是负向的负 0.24 mm。要注意的是，像下颚线下方这种皮肤角度变化很大的地方，或者是皮肤长痘痘有凸起，因为刀片间隙太大，不平的地方都会跑进去，一不小心它会让你见红哦。从3个刀片的刀片露出都是负值，你可以知道这把刀想要营造出一种没有刀片感、舒适的感觉。刀片角度小，避免刀片插入皮肤，再加上这么大的刀头分散压力，Leaf 是一把用起来非常安全、舒适的刀。
不过对我而言，上方的这个刀片是没有作用的。如果中间跟下方的刀片有漏掉胡子没刮到，上方的刀片也不能把胡子刮干净。上方的刀片装不装都没差，不如不装。也就是说，官方的6种配置中，扣除没有作用的上方刀片，第2个跟第3个效果是一样的，第5个跟第6个效果是一样的。这把刀其实是4档可调，不是6档。从刚才的分析我们可以知道，中间跟上方的刀片没有刀片感，所以这2个插槽的刀片建议使用最锋利的刀片。推荐刀片 Fader、Gillette Nasset、Big Chrome Platinum、Perma Sharp。下方的刀片因为刀片间隙大，需要有一点容错的空间，我会建议中等锋利而且滑顺的刀片。推荐刀片 Vascat、Persona Platinum、Gillette Silver Blue、Wizardman。Leaf 的手柄这么长，拿在手上的时候，会有一种手上拿着苍蝇拍的错觉。当你挥动苍蝇拍的时候，咻咻咻，可以感觉空气的阻力。Leaf 这么大的刀头，也可以增加皮肤对抗刀片的阻力。当你把苍蝇拍啪打下去的时候，不知道有没有打中苍蝇。Leaf 有旋转头，再加上这么大的刀头，你会有一种不知道有没有刮到胡子，但是胡子会自动不见的错觉。有朋友建议想看全程只用一种手法刮胡子，今天全程使用的是 J-Hook。Leaf 的操作方式就像合刀一样，先让刮胡刀的上方接触皮肤，刀头就会旋转自己工作。你看刀头上方的这一块做得这么大，用意就是要让你充分利用它。如果旋转头没有做动，压力会集中在最下方的那张刀片，刀头上的压力反而会过大。使用 Leaf 一定要驱动它的旋转头。大刀头虽然可以分散压力， Leaf 的确比较难处理比较小、比较角落的位置。有人说 Leaf 的刀头太大，在鼻子下方没有办法顺刮。立马帮忙，你要会变通啊！就像开车开到悬崖，你会直直往前滴滴隆吗？车子可以前进、转弯、倒车，刮胡刀也可以顺刮、侧刮、逆刮。还可以做 Gillette Slide 斜的刮， J-Hook 旋转着刮。这把刀在鼻子下方侧刮逆刮是没有问题的。而且如果你观察鼻子下方的胡子，它的毛流像是八字胡一样，是长斜的，不是直直往下长的。那为什么要坚持直直往下刮呢？奇怪呢。这么大的刀头理论上用起来应该很舒服，但是实际用起来跟想象中不太一样哦。这种横向的像铁轨一样细细的护杆，接触的面积其实很小，它并没有像安全刮胡刀的护杆有厚实滑顺的感觉。不过瘦死的骆驼比马大，虽然 Leaf 的护杆很细，可是它有3条啊，再加上顶盖的接触面积， Leaf 的舒适度还是可以的，只是跟想象中不太一样。一般我们使用可调刮胡刀，会在刮胡子的过程中改变段数，比如说顺刮的时候是用第6段，侧刮的时候切换成中间的第3段，逆刮用的是最温和的第1段。切换段数很快，转一下转盘1秒钟就好了。但是 Leaf 要切换不同的刀片很麻烦，需要花好几个步骤。它跟 Rockwell 6S 一样哦，在刮胡子之前就要决定好段数，不要中途改变。Leaf 像合刀一样有旋转头，有大刀头的接触面积，操作简单，没有学习曲线，新手可以直接上手。手柄很长，刮光头、刮腿毛都很好用。但是多了这一块，有一些小地方不容易进入，扣了1分。Leaf 可以装3个刀片，的确可以刮得更干净。前面的刀片没刮到，后面的刀片可以补上。我试过在中间跟下方的插槽装2片飞的刀片，只要一次侧刮，3天的胡子就可以刮得干干净净。Leaf 没有和刀拉扯的感觉，好平。刀头虽然大，但是刀头中间像铁轨一样细细的护杆，接触的面积其实很小。虽然舒适度还不错，只是没想象中那么完美。像合刀一样的操作方式，使用起来很简单，相对的也没有什么操作乐趣可言。Leaf 好玩的地方在于可以变换不同的插槽，插1到3个刀片
3个刀片还可以用不同的品牌玩不同的排列组合。手柄采用锌合金，活页跟其他位置采用不锈钢跟黄铜。整把刀总共有17个零件，做工非常的细致。多刀片的合刀系统出现以后，使用第一刀片的安全刮胡刀也出现不少可以装2张刀片以上的刀架。Schick 在 Inject 系统推出过把2张刀片粘在一起的 Twin Blades， 现在也还在做奇特的双刀片系统 Wilkinson Sword Quad Blade Razor。多刀片的确可以提升刮胡子效率，一个刀片没刮到，还有另外一个刀片可以刮干净。Leaf 可以使用多刀片，而且解决合刀拉扯的问题。市面上类似的竞争对手只有 Chevette Razor， 不过 Chevette 不容易买到，装刀片的时候还要另外安装垫片。Leaf 还是多刀片第一刀架最好的选择。The Leaf Razor 总分77分。仔细观察 Leaf 的结构，像是这个装刀片的活页非常细非常薄，中间还有镂空，形状非常的复杂。顶盖为了做出最薄的厚度，它还像汽车的引擎盖一样，顺应下方的机械结构，做出这种凸起。换刀片的大旋钮画龙点睛哦，手感好，转到最松，螺丝也不会掉下来。加上这种霓虹配色，非常有赛博朋克的机械美学。Leaf 就像组装精密的机械表，比如说这个转轴，就像手表表带的推针，每个元件都很细致。Leaf 是一把全能、好用又有设计感的刀。如果你在犹豫要不要买，我相信只要你用过，你会说 Take my money， 拿来吧你。